大家好，我是阿蔡。本期我将给大家展示一下 ChatGPT 是如何引导我这个代码小白了解并安装 Python 的。接触 ChatGPT 之前，我对 Python 的认知仅限于听过这个单词，甚至我连这个单词都拼不准确。直到我去问 ChatGPT 如何在 Mac 系统的 Excel 里头运行 VBA 代码。ChatGPT 跟我说 Mac 系统无法运行 VBA 代码，但是可以用 Python 代码代替，我才算开始了解 Python。之后我用 Python 成功完成了 Excel 的数据处理。安装 Python 的全过程也都是来自 ChatGPT 的指导。首先，他给了我官网地址，官网地址我会贴在简介给大家。这里注意一下，因为是 3.0 以上版本，所以后面运行 Python 代码的时候，必须以 Python 3开头。这里大家听不懂也没关系，后面我们还会说到。接下来我们得安装 pip， 如前面所说，如果是 Python 3级以上版本，就安装 pip 3。安装的方式就是把 ChatGPT 给的这段代码复制去终端，调出终端的方式就是 Command 加空格，然后输入终端2字。pip 的作用是用于下载、升级和卸载 Python 包，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库。在使用前就要先通过 pip 来安装。安装库的时候可以用 ChatGPT 给的这段代码复制到终端。注意前缀要改成 pip 3。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代码去终端验证库已经装上。注意把 pip 改成 pip 3。要用 Python 完成各种功能都是要通过各种库来实现，所以使用 ChatGPT 写完代码后，都要看看用到什么库，再去终端用刚才的代码确认有没有安装。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有 Python 代码，要在终端里头运行。首先我们需要用 cd 命令定位到 Python 文件所在文件夹。这里提一下，如果要用 Python 针对其他文件做操作的话，对应文件也要放在同一文件目录下。输入完命令，按回车，然后再输入运行 Python 代码的指令。可以用 Python 3 filename 点 p 这段命令，把 filename 改成 Python 文件名字，粘贴到终端里头，回车。如果没出现好几行文字，代表 Python 能成功运行。步骤进行到这里，大家的电脑已经具备了运行 Python 的环境，也掌握了如何运行 Python 代码的命令。最后我们来看看如何制作 Python 文件。Command 加空格，然后输入文本编辑器，然后点击新建文稿按钮，选择格式，制作纯文本。这样是为了防止代码中有些 Python 无法识别的字符，然后把 ChatGPT 给的 Python 代码贴进去，先保存为文本文件，然后把后缀改成点 .p 就可以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阿蔡，一个渴望比 AI 跑得快的职场人士，定期分享 AI 在工作中的使用技巧，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并加个关注哦。